成亲当天准新郎逃婚，一气之下新娘直接改嫁给了他爹。孟景瑶刚下了花轿，一位侍女就急冲冲跑到他的身边。姑娘，世子跟别的姑娘私奔了。听到新郎逃婚，孟景瑶直接掀开红盖头，怒声开口：世子他既然与人私奔，在大喜之日弃我不顾，是你们顾家对不住我在先。既然八抬大轿把我迎进门，断没有让我走回去的道理。如此，那就换一个人来跟我拜堂，把你们顾家没成婚的男人都喊出来，让我选一个顺眼的。话音落下，众人惊愕不已。新娘子竟说要换个新郎官。顾老夫人没想到永昌伯的女儿如此有气派，她欣赏这样的孩子。是我们顾家对不住孟姑娘在先，那就依孟姑娘的。顾家没娶妻没定亲的适婚儿郎都站出来，让孟姑娘挑选。顾老太太说完后，人群中有2位公子走到了孟景瑶面前。二公子顾修红斯文俊秀，但他与本要嫁的顾修明感情不错。如果现在选择嫁给顾修红，日后找顾修明算账，顾修红不一定会护着我。而这位四公子年纪太小，简直下不去手。二者则其一，都不太好。顾老夫人语气温和地问：孟姑娘，我这2个孙子都尚未婚配，不知你看上哪一个？孟景瑶抬起头来，正要回话时，不经意的一瞥，一个俊美异常的男子映入眼。此人孟景瑶认得，正是他的准公爹长兴侯顾颖熙。孟景瑶脑子灵光一闪，指着顾颖熙道：我选他。众人顺着孟景瑶所指的方向看去，目光落在顾颖熙身上之后，纷纷倒抽一口凉气。这个新娘子是不是疯了？准儿媳妇要变成准媳妇，这多不符合伦理。而顾颖熙是个泰山崩一圈都面不改色的人，听到准媳妇惊世骇俗的话，表情瞬间皲裂，眯起双眼看着孟景瑶。孟景瑶对上顾颖熙淡漠的目光，心间颤了颤，说不紧张不害怕，那是假的。我也不想这样的，可如今这处境，顾景熙真的是最好的选择，我没有退路了。回到孟家的处境不会比留在顾府好。顾修明让我在大婚当日沦为笑柄，既然没能做他的新娘，那就成为他的新娘，最后再收拾他。唯一不好的就是顾景熙不行，当年为救皇上受了伤，落下隐疾，不然也不会29岁都没娶妻，从宗族旁支过继一个孩子来继承香火。孟景瑶的话，就连活了大半辈子见过大风大浪的顾老夫人也被惊得说不出话了，宾客们也在窃窃私语。顾颖熙蹙着眉头启唇道：孟姑娘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孟景瑶极力保持镇定，不紧不慢开口：顾侯爷，俗话说父债子偿，反过来子债父偿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教子无方，他大婚当日逃婚，跟其他姑娘私奔，让我沦为笑柄，你作为父亲有责任替他偿还这笔债。顾颖熙却道歉然：是我教子无方，这个我给孟姑娘赔不是。我的2个侄儿尚未婚配，他们既然已经站出来，那是同意娶孟姑娘的，孟姑娘可以从他们之间选择。孟景瑶淡淡开口：他们我都没看上，倒觉得顾侯爷不错。顾侯爷不仅才华横溢，还品行极佳，日后定是个负责任的好夫君。孟景瑶说着，转眼看向顾老夫人：老夫人，您方才说顾家未成婚且没有婚约的儿郎都可供我挑选，如今我选中顾侯爷，不知您这话可还作数？顾老夫人听着孟景瑶的话，眼神忍不住在2人之间游弋，郎才女貌倒是挺般配的。猛然间发觉趁此机会顺水推舟，让儿子娶个媳妇也不错。臣儿落下隐疾，没娶妻也成了他的心病。现在有个现成的媳妇，这样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，不至于孤独终老。反正顾家都已经闹出这种笑话了，还怕笑话更离谱些吗？于是顾老夫人趁热打铁：孟姑娘，我方才的话自然作数，我们顾家素来讲信用，不是那等言而无信之人。顾颖熙脸上瞧不出什么情绪，再次看向孟景瑶，凝视半晌后开口问：孟姑娘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孟景瑶语气坚定：我想清楚了。闻言，顾颖熙起身走了过来，拉着红绸的另一端对新娘说：别误了吉时。最终孟景瑶没做成世子夫人，却成了长青侯夫人。宾客散尽后，顾颖熙回到了婚房，孟景瑶早已卸了妆容，忐忑地坐在屋子里等。听到开门声后，孟景瑶松开紧紧攥着的手，强装若无其事地上前，尽着妻子的本分开口道：夫君可要先沐浴，我这就让丫鬟去背水。这一声夫君喊得理所当然，顾颖熙诧异地瞧了他一眼，没想到他单独面对我时，竟还能保持镇定，没有半分别扭，仿佛要嫁的人自始至终都是我，而非娘。倒是自己一个大男人，心里有些别扭。顾颖熙感叹后淡淡道：不必忙活了，我回来取一套换洗的衣服，夜深了，你先歇息吧。孟景瑶听了此言，蹙了蹙眉头，壮着胆子抬眼看他。夫君，顾家男人不
不负责任，原来是一脉相承的。顾影熙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反问什么？孟景瑶握了握拳，又放松道：你儿子在大婚之日与人私奔，而你又在洞房花烛夜让妻子独守空房，这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一脉相承的不负责任吗？你在嫁给我之前，难道不知我为何会从宗族里过继一个孩子过来？我当然知道，只不过如这处境，让我在新婚之夜独守空房，要是传了出去，别人只会说是我赶鸭子上架，那我以后如何在府中立足？反正顾景熙不行，只能纯盖被子睡觉，我怕啥？夫君只是有隐疾，又不是得了不能与女子同床而眠的怪病。再说我既然知道情况，还坚定不移地选择嫁给夫君，又怎会在意这些？顾影熙眼神怪异地看他一眼，可看到新婚小妻子眼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，他微愣。新婚夜独守空房是该委屈的，加上今日又经历了这样的事，没有崩溃大哭已是奇迹。最后他颔了颔首，语气温和了几分：既然夫人不介意，那就歇息吧。毫无意外的，新婚夫妻俩盖上被子前睡觉，不一会儿耳边就传来平稳的呼吸声。顾影熙诧异地侧头看毫无戒备酣睡正香的新婚妻子，小姑娘才15、16岁，竟有这处事不惊随遇而安的心态，沉稳的不像是这个年纪的小姑娘，也不知是怎么练出来的，就是不知她接下来的日子是否还能稳得住心态。第二天早晨，孟景瑶睁开眼后，映入眼帘的便是陌生的曼觉。她面色一紧，又后知后觉地想起昨日的事，瞬时松了一口气。她侧头往床的外侧看，身旁的夫君还没醒。这男人不得说是真的好看，眉眼如画，面如冠玉，相貌在顾家最出众，能力也是。曾听闻他当年的未婚妻也是京城第一美人，只可惜他落下隐疾，未婚妻退了婚，不然京城第一美男子与第一美人的结合，这俩人站在一起该有多养眼。看够了没有？顾影熙蓦地睁眼，把孟景瑶吓了一跳。她稳了稳心神，从容回答：没有，夫君长得好看，难道还不让人看？顾影熙被这话噎住，昨日觉得他胆子大，处事不惊，今日发现他还挺伶牙俐齿，突然好奇问他为什么选我？夫君难道不觉得自己才是最好的选择吗？你的两个侄儿，无论哪个都护不住我。你儿子大婚之日就逃婚，我嫁给他们能落得了什么好？而你是一家之主，地位最尊贵，嫁给你就是侯爵夫人，谁能欺负我？就连你儿子也得管我叫母亲，给我请安。嫁过来就有这么个好大儿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顾影熙没想到他如此坦荡，但还是感觉最后那句他在说反话。那不是好大儿，那是没规矩、没责任心的逆子。也是做堂嫂或堂弟媳都不及做母亲好，占了长辈的身份，能做的事可多了。顾影熙瞧他嘴角微微上翘，眼里掠过一丝狡黠的光芒，总算有几分小姑娘该有的灵动。顾影熙饶有兴味地笑了笑。秀明过继来后就没有母亲教养，性子顽劣，往后还请夫人多费心教育。夫君难道就不怕我以长辈的身份欺负他？他欠收拾，夫人看着办便是。孟景瑶听后愣住，难道顾景熙就不怕我心肠歹毒，把顾修明给收拾没了？还是说因为顾修明不是亲生的，所以不怎么心疼？顾老夫人今儿精神抖擞，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。儿子的婚事是他的心病，现在儿子有媳妇了，他心里可高兴了。日子是自己过的，外人说什么他管不着，只要儿子有媳妇，不必孤独终老就好。但其他人就不那么想了。顾修明逃婚，身为准公爹的顾影熙娶了准儿媳妇，这种惊世骇俗的事肯定已经传开了，他们家也成为全京城的笑柄。等待过程中，两房人暗中不知道交换了多少次眼神。当看到顾影熙与孟景瑶并肩而来，顾老夫人笑意更浓，其他人的目光也落在他们身上，心思各异。孟景瑶无视旁人异样的眼神，仍是一如既往的淡定，大大方方的给顾老夫人敬茶。母亲，请喝茶。好。顾老夫人激动的眼眶湿润了，她等这一杯媳妇茶等了10余年，总算等到了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等孟景瑶起来后，顾老夫人脱下手腕上的翡翠镯子，握住孟景瑶的手，不容拒绝的给她戴上。孟景瑶垂眼看镯子，镯子通透碧绿，肯定价值连城，忙到推脱。母亲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顾影熙看到那镯子，眼里闪过一丝诧异，而后对孟景瑶道：长者赐，不可赐，母亲给你的，你收下便是。儿媳谢过母亲。旁边的大房张氏和二房陈氏脸色都变了变，视线还似有若无的往他手腕上瞧。这镯子不简单啊，肯定是他们想要却得不到的，看他们这眼神，真的恨不得生抢啊。孟景瑶想的没错，这镯子在顾家代代相传，是顾家主母的象征。原本嫁给顾修明，成为世子夫人，迟早也会得到这镯子，但让在场的人不舒服，是因为原本晚辈的孟景瑶，如今成了平辈，日后还得受她的管制，就心生不甘。礼数完毕后，顾老夫人就让所有人回去了，只留顾影熙在那。出了寿安堂，大房张氏和二房陈氏走在一起说话。等晚辈都离开后，张氏忽然含嘲带讽道：
孟锦瑶才刚嫁进来，二弟妹用得着这样上赶着去巴结？大嫂这话是何意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如今又没有旁人，二弟妹在我面前装什么傻？我们做妯娌近20年，也不见二弟妹同我讨论茶艺。大嫂不是说这些都是附庸风雅的玩意儿？大嫂可最不喜欢这些了。陈氏轻媚一笑，此言一出就把大房张氏噎住，因为这些东西正是她的痛处。她出身寒门，父亲考了状元，而自己又凭借着美貌笼络了丈夫的心，这才做了顾家大夫人。可因为这些东西学得不精，闹出过几次笑话，他就生出厌恶之心。二房陈氏见他吃瘪，轻笑道：大嫂与其搁这儿寻我麻烦，还不如回去好好想想如何保住掌家权。三弟妹虽是弟妹，但却是侯爵夫人老太太的嫡亲儿媳妇，她进门后哪还有我们的地位？言罢，他施施然离开，留下神色凝重的张氏。威瑞轩院里的下人看到孟锦瑶从顾老夫人那里回来，身边只有她的贴身丫鬟，侯爷并没有陪着，看着她的眼神都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到底是他强迫侯爷娶她的，还让侯爷丢了脸面，跟着成为笑柄，侯爷又岂会在意他这个罪魁祸首？她不过是个落魄世家的女儿，凭着老侯爷那被定下的婚约，能嫁给世子就已是高攀。世子逃婚，侯府都让婚礼如期举行迎她进门，这是给她面子。谁知她要作妖，做出这种惊世骇俗的事，不嫁世子，死皮赖脸嫁给侯爷。世子固然有不对的地方，可她嫁给原本的准公爹就是荒谬至极，不嫁世子，嫁给二公子或四公子也成啊。刚进屋，贴身侍女宁冬就忍不住道：夫人，他们给您行礼，脸上却没几分恭敬。您是主子，他们是丫鬟，真是给他们脸了。您方才为何不阻止奴婢训斥他们无礼？他们是没几分恭敬，但却挑不出什么错处。现在还不是杀鸡儆猴的时候，那何时才是时候？等侯爷回来就知道了。宁冬听了更加心疼不已。姑娘出阁前在继母手底下讨生活，要小心谨慎，出阁后也得看别人的脸色行事。没过多久，顾影熙回来了，刚进屋就看到小妻子一副愁眉苦脸的神情。他想到母亲的叮嘱，为人夫要多牵挂妻子，便开口询问：夫人可是有什么困难？你既然嫁进来，便是顾家的人，若有困难，顾家也不会袖手旁观。孟锦瑶闻声抬起头来：没事，只是瞧着夫君这屋子的布置，实在是有些单调。夫人若是觉得单调，可按照夫人的喜好重新布置。好，那这院子可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去的？夫人是魏瑞轩的女主人，这院子的每个角落夫人都可以去。听完，孟锦瑶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意。那院子里的丫鬟呢？若他们犯了错，该如何？顾影熙微愣，看了眼眸光狡黠的小妻子，猜出大概是有丫鬟冲撞了他，顿觉这小姑娘还挺有意思，很聪明。明明胆子大得很，可以先斩后奏，却还是来试探我的意思。如果我给出的答案能让她如意，那肯定好说话；若是她不如意，也会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如意的。不过能让我首肯更好，这样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事，没有后顾之忧。即使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，届时我也不好指摘。可见这小姑娘性子挺沉稳的，步步为营，都是一样的年纪，却比那不孝子好多了。顾影熙莞尔笑道：休明犯错，夫人作为母亲都可以惩罚的，更何况是个丫鬟。若是有哪个丫鬟犯了错，夫人看着处置便是。孟锦瑶嘴角的弧度加深，眼里溢着笑意，目光明媚，就连声音里都透着笑意。这可是夫君说的哦。我说的。说完正事就相顾无言。顾影熙也不想跟个小孩待一起，寻了个借口离开。等他离开后，孟锦瑶马上行动起来，让丫鬟将屋子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布置一番，室内的装饰也与她在娘家的闺房相似。威瑞轩的丫鬟见此，露出一副不忍直视的神情，低声嘀咕一句：侯爷最不喜欢这样花里胡哨的，喜欢单一的颜色。也不知道侯爷回来看到屋子成了这样，会不会发怒？侯爷便是生气，那也是夫人遭罪，是夫人吩咐的，我们不过是听命行事罢了。真以为自己嫁过来就是正儿八经的侯夫人了，也不想想自己是如何嫁给侯爷的。刚进门第二天就动了侯爷的院子。就是，我们动作快点，赶在侯爷回来前布置好，等侯爷回来后看好戏。常言道，日里莫说人，夜里莫说鬼，是有道理的。孟锦瑶脚步轻盈地走到他们身后问：看什么好戏？自然是看我们新侯夫人的好戏，底气不足，架子却摆得十足。孟锦瑶低笑一声：是吗？在你们看我的好戏之前，我先看看你们的好戏，你们觉得如何？此言一出，那两个丫鬟脸色煞白，浑身僵住，转过身后看到孟锦瑶正看着他们，似笑非笑的看不出喜怒。他们心下一慌，往后跪下。不管如何都是主子，若是追究起来，他们肯定少不了一顿罚。奴婢见过夫人，奴婢见过夫人。孟锦瑶坐下，目光淡淡的看着他们，不怒自威。看来夫君忙于公务，对下人疏于管理，连丫鬟都敢在背后编排主子了。夫人息怒，
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只是不敢。孟景瑶挑了挑眉，不敢，意思是想嚼舌根编排主子，但是不敢，并不是不想编排主子。两个丫鬟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。奴婢也不想，奴婢再也不会编排夫人了。夫人请息怒。孟景瑶神色一凛，沉声道：甭管我是如何嫁给侯爷的，如今我是主，你们是仆，编排主子，尊卑不分的丫鬟，魏瑞轩可留不得。青丘、宁冬各掌嘴20，然后将他们交给管事，打发到庄子上。是，夫人。话音落下，那两个丫鬟脸色惨白如纸，身子抖得如同筛糠，磕头求饶。夫人，奴婢知错了，都是奴婢多嘴，是奴婢这张嘴犯贱，求夫人饶过奴婢这回。奴婢从小就在侯府做事，尽心尽力侍候主子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孟景瑶不予理会。青丘、宁冬，你们愣着做甚？动手啊！啊！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顾影熙刚回来就听到屋子里传出女子鬼哭狼嚎的声音，眉心兀的一跳。上午才征询我的意思，下午就来整活了，速度还挺快的。他快步进屋，抬眼望去，看到小妻子端着茶杯，悠哉悠哉的喝茶，而小妻子身边的两个贴身丫鬟正在掌乖跪在地上的两个丫鬟。见此情形，顾影熙脸色沉了沉，不赞同他打丫鬟的做法，但又不好落了他的面子，便轻声询问：夫人，发生了何事？两个犯错的丫鬟听到顾影熙的声音，仿佛看到了救星，非常有默契的爬向他求救。侯爷，侯爷救救奴婢！夫人好狠的心，竟然要把奴婢们打发出去，求侯爷看在奴婢一直尽心侍候的份上，救救奴婢。顾影熙没管他们，再次问孟景瑶：夫人，不知他们做错了什么？孟景瑶如实回答：他们在背后编排我，说我不知廉耻，不正经的嫁法，所以也是不是正儿八经的侯夫人了，不能摆架子使唤他们，也没权利动侯府的东西。言罢，孟景瑶假装伤心：夫君，我以为我嫁给你就是你正儿八经的夫人了，没想到竟然还不是。不知在夫君心里谁才是你正儿八经的夫人，若夫君不满意我，大可与我和离，我退位让贤。顾影熙听了，眉头皱得发紧，没想到平日里规规矩矩的丫鬟竟敢如此编排主子。夫人莫要听他们胡言乱语，你既然嫁给我，就是我的妻，我的夫人也只有你一人。这两个以下犯上的丫鬟，夫人打算如何处置？他们恶意编排主子，尊卑不分，掌嘴20，打发到庄子上。若是夫君舍不得，倒也可以留下来，但绝不能出现在我面前。就依夫人的意思，将他们交给管事发配到庄子上，不得再回府中做事。魏瑞轩的动静那么大，自然每个人都知晓了。大夫人张氏拧了拧眉，问传消息的丫鬟：你确定当时侯爷也在场？是的，听说侯爷当时回来，看到丫鬟受罚，询问了事情经过后，就支持侯夫人的决定。下去吧。待丫鬟出去后，她侧头看丈夫顾影胜：夫君，看来我们这三弟妹不简单。大哥顾影胜不以为，不过是个16岁的丫头片子，比我们家修远还要小2岁，有什么简单不简单的？见丈夫此时此刻都没有危机感，张氏恨铁不成钢。她才刚嫁进来，母亲就把家传的镯子给了她，三弟还助她树立威信。要知道三弟可是从来不过问后宅之事的，不过短短1晚上时间，就让三弟护着她了。顾影胜若有所思，露出一抹猥琐的轻笑。这男人嘛，只要枕边风吹得好，耳根子也硬不到哪里去。三弟从不近女色，忽然间有个美娇娘，就算他自个不顶用，可还能用旁的法子寻乐去，没准是三弟妹功夫了的，把三弟事后服帖了呢。闻言，张氏看了眼丈夫，陷入沉思。她觉得丈夫说的也没错，她也时常被年轻貌美的小妾勾得失了魂。男人嘛，都一个样，好色。但她还有一点疑惑，三弟院子里的丫鬟个个模样标致，他若是想寻乐子，以前怎么没行动？以前大概是没开窍，加上他自个不顶用，做不了真正的男人，心里还不知道多自卑呢，就一直没往那方面去想。所以啊，还是我们这三弟妹厉害。闻言，张氏心中的危机感更盛，忧心道：夫君，看来府中的钟馗过不了多少天就会交到他手上了。顾影胜理所当然道：三弟是嫡出，她是侯夫人，钟馗交到她手上不是很正常。张氏听着丈夫的话，气得肝疼。都说老大憨老二精，她丈夫是老大，就是个憨包，没有老二精明，更没有老三有本事。她只好低声分析利弊。夫君，我执掌钟馗10多年，二弟妹也从旁协助，我跟他也是相互监督，谁也谋不了好处。但三弟妹执掌钟馗可就不一样了，母亲不会让我和二弟妹协助，会让他独揽大权。届时他想为三房谋好处还不容易，等他执掌钟馗后，我们更加矮半截。顾影胜一听，瞬间如醍醐灌顶，他们三兄弟就他最没本事。我现在是靠着家族
奴婢因才谋了个闲职。老二任礼部郎中，虽官职不高，但好歹是个实缺。老三任大理寺卿，年纪轻轻位列九卿，现在钟馗主权在我们这里，说话做事才有底气。若是没了钟馗之权，那我们连二房都不如。想通后，顾颖胜沉声道：夫人，这钟馗不能落入他手里。永昌伯府内，永昌伯孟东元与后娶的孙氏正要去给孟老夫人请安。他们去的时候，孟家孙辈已全部到场。次女孟景玉、三子孟承兴皆为孙氏所出，而次子孟承章为庶出，还有个长子与孟承章是孪生兄弟，但2岁早夭，生母出身低微，是个通房丫鬟，在长子早夭时病了一场，最后撒手人寰。而孟景瑶则是前夫人所生的女儿。明明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欢乐时光，孟老夫人却郁气难消，脸上并无多少笑容。孙氏见状，适时出言征询孟老夫人的意思。母亲，今日是阿瑶回门的日子，您看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？此言一出，孟老夫人脸上那点笑容马上消失得荡然无存，皱着眉沉着脸道：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，就别提那丧门星晦气，能嫁给长兴侯世子是他的福分，放着好好的世子夫人不当，非要成为全京城的笑话不说，还要连累娘家。孟景瑶大婚当日当众换新郎官，改嫁给准公爹的事早已人尽皆知，现在京城里都在说孟家和顾家的闲话，基本上都是诋毁孟家的，说他们孟家养了个不要脸的女儿，死皮赖脸要嫁给公爹。16年前，孟老太太就觉得这大孙女是个丧门星，刚出生就克死母亲，现在好不容易出嫁了，以为可以摆脱霉运了，没想到出嫁了都克娘家。这不，一场婚礼就让孟家颜面尽失。孙氏闻言眼里闪过一丝窃喜，继续惺惺作态。母亲，出嫁的姑娘3朝回门，我们总不能毫无准备。孟老夫人嫌恶的冷哼一声，她做了这种丢人现眼的事，还有脸回来？母亲，儿媳知道您气阿瑶不懂事，可今日回门，长兴侯陪着阿瑶回来，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让顾家丢了脸面，长兴侯怎么可能陪他回门？孟东远附和道：母亲说的对，那混账惹出这种笑话，若非看在父亲的份上，长兴侯哪会娶她？等会儿吩咐门房，今日那混账回来，直接拒之门外，与他断绝关系，我们孟家就当没生养过这孽障。此言一出，3位孙辈震惊不已，断绝关系，这可是犯了大罪才有的惩罚。庶子孟承章脸色发白，忍不住反驳：父亲，明明是世子逃婚在先，怎么能把错全部归咎于大姐姐？大姐姐按照顾家原来的意思继续嫁给世子，那不是等于自轻自贱，上赶着嫁人？孟老夫人言辞刻薄，开口说：世子逃婚与人私奔，那也是他没用，拴不住男人的心，真是白长了一副好容貌。顾家也可以让他从另外2位公子中选择，可他偏要选择准公爹，这是想膈应谁？没准儿是故意让娘家难堪。孟老太太说着，面色不悦看向孟承章。承章并非祖母不想认他这个孙女，是他不安分闯下大祸。我们永昌伯府如今哪里得罪得起长兴侯府？祖母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好，为了你们的前程着想。就在此时，有丫鬟匆匆走进来禀告：老夫人，大姑娘回来了。孟老夫人脸色阴沉下来，怒不可遏。他还敢回来，让那孽障滚！我们孟家可没有他这样不要脸的姑娘。丫鬟听后愕然，忙磕磕巴巴道：老夫人，姑爷也陪着大姑娘回来了。此言一出，语惊四座。大婚当天闹出这种丑事，长兴侯还陪着孟景瑶回门，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事。孟老夫人也震惊不已，难以置信道：你说长兴侯也来了？是的，姑爷，如今还在大门外等着。孟老夫人脸露愠色，责备道：你们怎么办事的？姑爷来了，你们怎么把姑爷晾在门外，不把人迎进府？丫鬟低着头不敢回话。府上这般做派，听闻伯爷还说不认大姑娘这个女儿了，今日还没有半点准备，分明是不欢迎大姑娘3朝回门，他们哪里敢擅自把大姑娘和姑爷放进来？如今不是问责下人的时候。孙氏忙打圆场：母亲，下人没眼力见，先不与他们计较。新姑爷头一回登门，我们先去迎接新姑爷。孟东元脸上也露出久违的笑容，附和道：是啊，母亲，我们先迎接新姑爷，总不好让新姑爷等太久。你们去吧。他是做祖母的，不需要亲自迎接孙女婿，不然就显得谄媚了。但儿子儿媳做岳父岳母的，女婿陪女儿回门，可以出门迎接一下，以表重视。真是孽障，攀了高枝儿就忘记自己姓什么了。永昌伯府的大门紧闭，一副闭门谢客的模样。
长兴侯府的马车停在大门外，顾影熙撩起车窗的帘子，瞥了眼禁闭的大门。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都没有打开门，也没派人在门口候着，分明是不做任何准备，不欢迎的意思，对这个女儿没有半分重视。顾影熙放下帘子，看坐在自己对面的小妻子，见她神色如常端坐着，一如既往的从容淡定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，显然是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，没有期盼，所以没有失望。我终于明白她为何会比同龄人沉稳，原来是做姑娘的时候过得艰难。若是在家中受宠的姑娘，哪里受得了大婚当日的委屈？只有受惯委屈的人才能淡然处之。夫人，顾家不会这样。什么？不会像孟家这样对你。孟景瑶愣住，还是头一次有人看清了她的处境，并承诺会对她好。这是她名义上的夫君，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她心里多少有点触动。一时间，她也不知回应什么，只好说一句：多谢夫君。这是应该的，你是顾家的媳妇，顾家从不苛待媳妇。夫人，既然他们不欢迎，不如我们回去。孟景瑶勾唇笑了笑：你顾景熙的媳妇回门，被娘家拒之门外，连杯茶都讨不到，就灰溜溜打道回府，你不也得跟着丢人？他说着轻嗤一声，脸上浮现嘲弄之色，而后又语气笃定道：我们再等一等，等会儿他们必定亲自出门迎接，届时落人口实的就是他们。出嫁的姑娘回门，他们大门紧闭，最后得知新姑爷也来了，又趋炎附势亲自迎接。顾影熙微愣，旋即饶有兴味：好，听夫人的。没过多久，孟府大门打开，孟东元与孙氏以及3个晚辈就到了大门口。见状，顾影熙和孟景瑶也下了马车。孟东远笑容灿烂，略带几分讨好：阿瑶、贤婿，你们可算来了，你们祖母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刚才还念叨着你们呢。孙氏打量着孟景瑶，瞧她脸色红润，不像是受过委屈的样子，和颜悦色道：贤婿，看我们家阿瑶气色不错，便知你待她极好的。自从她出嫁后，我这个做母亲的牵肠挂肚，看到她过得不错，心头大石总算可以放下了。孟景瑶听着他们夫妻一口一个贤婿，不由有点佩服。话说顾景熙也就比父亲小8岁，而孙氏也才比顾景熙大2岁，差不多算同辈分了。这一声贤婿，竟然能如此轻而易举喊出口，简直佩服啊！顾影熙淡淡看了他们一眼，不咸不淡道：是吗？你们永昌伯府大门紧闭，我还以为你们不欢迎我们夫妻。孟东远笑容一滞，下意识就把锅甩给孙氏，责问道：夫人，不是让你派人在门口等候着，怎么会大门紧闭？孙氏噎住，心有委屈，却也只能背了这黑锅，陪笑着解释说：瞧我这记性，今日忙着阿瑶回门要准备的事宜，忙着忙着就把这茬给忘了，贤婿莫怪。顾影熙却没给他们台阶下，把他们推向更尴尬的境地。这种事都能忘记，可见孟伯爷和孟夫人也没把我们夫妻当回事。他说着瞥了眼脸色僵住的夫妻俩，接着道：就算你们忘了，可我们夫妻已到门口，却还被你们晾在旁。我看你们永昌伯府是没打算让阿瑶进门吧？若是我不来，阿瑶岂不是连杯茶都讨不到就回去了？顾影熙目光淡漠疏离，语气渐冷，颇有几分兴师问罪的意味。孟东远夫妻俩被他的话噎得无力反驳，脸色僵住。一声孟伯爷，一声孟夫人，便将关系拉远。顾影熙似乎没把他们当岳父岳母对待。他们身后的3个小辈也神色各异。孟景瑶眼底闪过诧异之色，全然没想到顾影熙会这样跟他父亲与继母说话，且还说了他想说的话。看到他们夫妻被对得哑口无言的样子，心里一阵暗爽。见状，孟东远忍着尴尬，蹩脚的解释：贤婿哪儿的话，阿瑶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我最是疼爱她。今日是她回门的日子，就算贤婿公务繁忙没时间陪她回门，我们也不会把她拒之门外啊。孙氏也忙附和道：是啊，今日着实是我忙昏了头，忘记了。他说着就向孟景瑶使眼色，希望孟景瑶能有点眼力见，说句好话打圆场。而孟景瑶却故作没看到，低眉顺眼的站在顾影熙身边，一副温顺小媳妇模样。孙氏见状，心里暗骂一句：真是个小贱蹄子，嫁出去心就野了。孟东远尴尬不已，连忙转移话题，依次介绍3个孩子。贤婿，这是阿瑶的2妹妹阿玉，2弟成章，3弟成兴，你们过来见过大姐夫。姐弟3人应声，马上上前给见礼。尴尬时刻总算过去了。孟东远和孙氏今日丢了脸面，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却不敢发作，陪笑脸招呼女儿女婿进门。到了荣福堂，顾影熙与孟景瑶向孟老夫人请安。祖母。孟老夫人。孟老夫人注意到顾影熙只称呼她为孟老夫人，而不是跟着大孙女喊祖母，她心里咯噔一下，寻思着到底是因为大婚当天的事，还是因为今日的事，但终究掂量着，不敢攀亲近喊顾影熙名字。侯爷，阿瑶生性顽劣，不懂规矩，若是做错了什么，侯爷只管责罚便是，到底是我儿教女无方。顾影熙眉宇微蹙，没想到作为娘家人，孟老夫人竟然如此轻贱亲孙女。老夫人哪儿的话，阿瑶温柔贤淑，端庄大方，处事进退有度，家母也夸赞阿瑶有岳母当年的风范。此言一出，孙氏脸上的笑容都快要挂不住了。
他心里清楚，顾影熙所说的岳母并不是他，而是那个短命鬼原配。孟景玉和孟成兴心疼母亲受委屈，对长姐的怨念加深。只有孟成章却在心里高兴，大姐姐终于有人护着了，有了依靠，以后不必那么累。而孟老夫人这边也尴尬不已，也不知道这丧门星在侯爷面前添油加醋说了什么，真的气死我了。纵然心里不悦，却也只能讪讪回道：如此便好，我还担心阿瑶会给顾家添麻烦。孟老夫人多虑了，阿瑶知书达理，有阿瑶这样的媳妇是我们顾家的福气。顾影熙看了眼身边低眉垂眼的小妻子，除了向长辈行礼，全程不吭声，觉得有点怪异。这小丫头明明在顾家时不是这样的，也不知是不是在孟家被欺负怕了，本能的不敢说话。他不由有点心疼这个倒霉孩子，刚出生母亲便去世，有了后娘，亲爹也变成后爹，大概因为是女孩的缘故，也不得祖母不重视。孟景瑶和顾影熙只是象征性的聊几句，没多久就离开了，甚至都不留下吃饭。等他们坐上马车，孟家人才松了一口气。而孟家府内，孟老夫人气得不轻，怒骂道：真是孽障，攀了高枝儿就忘记自己姓什么了。孟东远夫妇何尝不气愤？这逆女本想着顾修明逃婚，顾家也将婚礼如期举行。如果他不闹着换新郎，这样就是顾家对不起孟家，亏欠了孟家，这比亏欠还能谋点利益。好端端的亲家，最后成了女婿，这简直让家人难堪难做，甚至让外人耻笑。这小贱蹄子也不知道在侯爷枕边吹了什么，好端端被他内涵了一把。什么小贱蹄子，温柔贤淑，端庄大方，处事进退有度像生母，分明在拐着弯，在骂我不温柔贤淑，不端庄大方，处事小家子气，简直气死我了。孙氏见婆母气得脸色铁青，她眸光闪了闪，柔声安抚母亲息怒，阿瑶许是在记恨我们大婚当日，明知顾修明没有亲自迎亲，却还逼着他上花轿。哎，我们哪里知道顾修明是逃婚了。他不安抚还好，这一安抚，孟老夫人怒气上涨。我们逼着他上花轿也是为了他好，顾家这样好的亲事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，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这白眼狼得了势，就回娘家耍威风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大婚当日就帮他把婚给退了。孙氏本来对婚事就心生不满，说到底公爹当年是想防着他，这才留了一手，临死前都要给孟景瑶谋一门好亲事。有了这门亲事，孟景瑶就有利用价值，他们就算再不喜欢孟景瑶，也得掂量着。这人啊，贪了高枝儿就是不一样。长兴侯位高权重，他做了长兴侯夫人，就连我这做母亲的，在他面前都矮他一头。孟府怨声漫天，而前回顾府的马车内却欢欣笑语。顾影熙看向坐在对面的小妻子，只见小姑娘嘴情笑，眉眼弯弯，开心的不行。不觉间，她也被感染了。都说文官的嘴想讨好人时，肯定能把人哄得心花怒放；若想气人，也是气死人不偿命的。今日总算见识到了。说完，脸上笑意更深了。顾影熙噎住，小姑娘夸人的时候，怎么像在骂人？她好笑道：夫人在我跟前，我是挺能说的，怎么回到娘家就哑巴了？夫君战斗力太强了，没有我的用武之地。孟景瑶一本正经回答。他才不承认，他只是想看好戏。还是头一回看到他们集体吃瘪，多谢夫君。夫人那句话倒是提醒了我，你丢人我也跟着丢人，我这是在帮自己，夫人不必谢我。孟景瑶忍不住对他：我也没说你是在帮我，只是礼貌性道谢，感谢你让我看到他们集体吃瘪。顾影熙哽住，这孩子是不是有点不讨喜？罢了，小姑娘难得活泼一下，不与她计较。夫人，你是家中嫡长女，孟家孙辈的第一个孩子，理应受到家里重视才是，怎么会如此？孟景瑶旋即平静回答：我刚出生就丧母，祖母便认为我是灾星将士，父亲不重视，继母面慈心狠。我祖父与令尊是至交好友，祖父怕他去世后孟家苛待我，才求了这门亲事。看在利益份上，孟家不会太过分。顾影熙觉得孟家荒谬，微微蹙眉。生育孩子本就有风险，是孟老夫人愚昧了。孟景瑶也觉得祖母是挺愚昧，但就想开顾影熙玩笑。夫君就不怕我克夫？我就算哪天死于非命，也不是你一个小姑娘能左右的，除非是你哪天想谋杀亲夫。那倒不会，背靠大树好乘凉。夫人倒是个聪明的。孟景瑶眨了眨眼，笑得人畜无害，没有回话。我疯了才会谋杀顾景熙，顾景熙死了，我就成了寡妇，一个没有孩子的寡妇，处境凄凉。有顾景熙在，起码不会轻易受人欺负。顾影熙中途有事就先行离开了。孟景瑶只身一人刚回到府中，凳子还没坐热，丫鬟春柳想在她面前卖个好，低声禀告说：夫人，世子爷刚被带回来了，还有那个与世子爷私奔的姑娘也一并被带了回来，被关在前院的书房里。春柳话音落下，孟景瑶眼神一亮，忽然来了兴致，意味不明道：我儿回来了，那我先去看看。
结婚当日，新郎带三儿跑了，一气之下，新娘直接嫁给了他爹。逃婚的顾修明终于被抓回来，可把孟静瑶开心坏了。孩子回来了，我这个做母亲的怎么也得去瞧瞧了。春柳哽住，您比世子爷还小2个月呢，您确定不是为了报仇才去看世子爷？孟静瑶勾起嘴角笑，走吧，你也随我去看看。春柳看到他嘴角的笑容，只觉瘆人的很。是夫人。孟静瑶进了书房，顾修明听到声响后抬起头来，看到是孟静瑶，眼底浮现嫌恶之色，那眼神仿佛看到什么脏东西似的。孟静瑶将他的神色变化收入眼底，满不在意。孟姑娘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心里只有婉儿，此生非婉儿不可。如果孟姑娘愿意和离，我愿认孟姑娘为义妹。孟姑娘日后遇上难事，我义不容辞。李婉儿泪眼婆娑看了眼顾修明，没想到落到如此地步，修明哥哥还愿意跟奴家在一起。孟静瑶愕然，感情顾修明对家中情况是一无所知啊。儿啊，我和离的事，你怕是做不了主。顾修明没留意他开头的2个字，只以为他不愿意。我想孟姑娘也不想跟我做一辈子有名无实的夫妻。我想你是误会了，你非谁不可也与我无关，而我和不和离更与你无关。还有，我既然已经嫁给你父亲，你应该唤我母亲，而非孟姑娘。母亲2个字宛若一道惊雷，劈在顾修明头顶上，轰得他脑瓜子嗡嗡作响。孟姑娘，我知道你愿我大婚当日逃婚，你可以迁怒于我，但还请你注意言辞，莫要毁我父亲声誉。孟静瑶非常满意他此刻的表情。难道他们把你带回来后，没告诉你我已经嫁给你父亲了吗？孟家嫡长女与顾家是有婚约，但并没有明确指定与顾家哪位公子成婚。除了你，顾家还有3个男子未成婚，且未定下亲事，而我选中了你父亲。闻言，顾修明难以置信，他转眼看向一旁的仆人。世子爷，夫人并没有骗您，前天夫人所嫁之人的确是侯爷。未婚妻成了母亲，顾修明瞠目结舌，难以接受这个消息，莫名有种耻辱感。孟静瑶，你要不要脸？没做成我的新娘子，就要做我娘？李婉儿也惊得如遭雷劈。以后嫁给修明哥哥，那他岂不是要成为婆母？婆母搓磨儿媳妇的法子可不少，光是立规矩就折腾人。2人的反应，孟静瑶甚是满意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觉得刚嫁过来就有个好大儿，由此感到高兴。谁是你儿子？你简直不要脸！嫁不成儿子就要嫁老子，一个落魄户为了攀高枝儿，面子里子都不要了。别以为你嫁给我父亲就真的是我母亲了。儿啊，虽然你不想承认，但这是事实。我是你父亲的妻子，那就是你的母亲。你日后见了我，也得恭恭敬敬行晚辈礼，唤我一声母亲。你休想！我听闻顾家颇为重视孝道，不孝子可是要挨家法伺候的，不知是不是？回夫人，顾家的确有这条家规。孟静瑶，难道你还想对我动用家法不成？我堂堂侯府世子，岂是你想打就能打的？我是你母亲，你是我儿子，有何不可？但我今天不想脏了手，德行有亏的人配不上长兴侯世子之位。儿啊，你说我让你父亲上做皇上，说你德不配位，褫夺你的世子之位，另立德才兼备之人做世子，皇上会不会准奏？闻言，顾修明心头一慌，瞳孔骤然紧缩，皱着眉死死地盯着孟静瑶。你这毒妇，你想做什么？李婉儿也被孟静瑶的话给唬住，眼泪婆娑地望着他，给顾修明求情。顾夫人，您是长辈，大人有大量，还请别跟修明哥哥一般见识。修明哥哥只是接受不了忽然间多了个母亲的事实，他其实是个尊敬长辈的人。您若是气修明哥哥与我私奔，让您颜面尽失，您惩罚我就好。修明哥哥是无辜的，都是因为我他才会如此。一人随时可以为你芳华，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？婉儿姑娘，我在跟我儿子说家事，你一个外人贸然插嘴，是不是太没教养了？也是，能与我儿私奔的人，教养能好到哪里去？话音刚落下，李婉儿脸色煞白，羞耻的低下头，无声哭泣，纤细的肩膀一抽一抽的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顾修明见他如此模样，心也揪着疼，对着孟静瑶大声怒斥：孟静瑶，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仗着身份欺辱婉儿，算什么本事？孟静瑶刚想回话，感觉有一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她凭着直觉望去，就看到那个芝兰玉树的男人站在门口，正似笑非笑看着她。
孟景瑶汗颜，也不知道那人听了多少。夫君，你儿子不孝，冲撞长辈。这小姑娘机灵得很，分明是酝酿好了反击秀明的话，看到我来了就马上告状，让我去收拾这逆子。逆子不懂事，我公务繁忙，日后还要劳烦夫人帮忙好生管教。顾修明和李婉儿傻眼。夫君放心，我以后定会好生教育修明，对修明视若己出的。父亲，她是儿子的未婚妻，您怎么能娶她？你大婚当天弃她不顾，与其他姑娘私奔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到她是你的未婚妻？顾修明噎住，因为理亏在先，语气缓和了几分。那也不该是您娶她，二哥和四弟都没成婚，就算我不在，也应该是他们。听着他理所当然的话，孟静瑶火大，未婚妻成了母亲，可把这孩子气坏了。在孟静瑶的火气之下，顾修明被省了25鞭家法，直接要了半条命。如今瘫痪在床，还得抄写家规1000遍，可见憋了一肚子气。不过还是有个好结果的，就是他心心爱爱的婉儿姑娘，终于可以嫁给他了。老夫人，侯爷来了。儿子给母亲请安。耀灵，先坐下说话。今日发生的事，母亲都知道了。府里闹出那么大动静，只要不是个眼盲耳聋的都能知道。到了明日，大概各家都能听到风声了。是儿子的不是，惊扰了母亲的清静。耀灵，你对修明是不是罚得重了些？不重，跟那小丫头的遭遇比起来，她不过是一时受苦，怎么会重？有道理。耀灵，你不要妄自菲薄。阿瑶那丫头是看中你才华横溢，人品贵重才嫁给你的。你要是觉得我们家亏欠了她，那就好好待她。母亲放心，儿子不会亏待了她的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对一个女子的好，不能单纯只在吃穿用度方面。就算没有你，她又不是吃不起饭，你自己也要对她上点心。她可是要陪伴你一生的枕边人。有道理。儿子省的，一天天的就扎在案子里，就想着破案，能懂女人心才怪。罢了，让她自个儿慢慢领悟吧。修明现在如何了？大夫怎么说？只是痛晕了过去，把伤养好就没事了。母亲放心。修明那孩子以前一直都挺乖巧懂事的，我一直觉得他是几个孙辈里面最懂事的，怎么就闹出这种丑事？他这些年来顺风顺水惯了，没想到养成了这任性妄为的性子，完全没想过自己的做法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后果，只顾着自己高兴。希望经过这次教训，以后他能三思而后行，别再依着自己的性子不计后果，冲动行事。我们做长辈的总不能一直跟在他后面收拾烂摊子。但愿吧。母亲笑什么？想起一件往事，你父亲与阿瑶的祖父是至交好友，知道阿瑶祖父放心不下孙女，就同意了结亲，让阿瑶嫁到我们家，日后也不必受他继母安排。要不是因为你年纪比阿瑶大那么多，本该是你跟阿瑶定亲的。哦，没想到最后兜兜转转，还是你娶了阿瑶。这大概就是宿命吧。是啊，你父亲当初一时头脑发热，就跟阿瑶的祖父说你是他3个儿子里面最有出息的，让他跟你定亲，等他及笄就娶进门。只是阿瑶的祖父嫌弃你年纪大，没同意。你父亲甚是遗憾，这才考虑孙辈，当时几个孙子里面没选出最合适的，就先定下婚事，日后再议。还是你跟阿瑶有缘分，13岁的年龄差距都挡不住的缘分。这婚事太草率了些，可见定亲太早也不是什么好事，容易发生意外。也是，你跟阿瑶可要好好的。对了，我听闻你的人把跟修明一起私奔的姑娘也带了回来，那是个什么样的姑娘？缺乏教养，举止轻浮。这样的姑娘，修明到底看上她哪儿了？阿瑶那孩子姿容出众，端庄淑雅又聪明，要榆木不要珍珠，她是眼瞎了不成？那可不就是瞎了，大概是因那李姑娘对她有救命之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据我查到的消息，修明有一次在寺庙里被蛇咬了，晕倒在地上，那李姑娘恰巧经过，发现了修明，去通知寺庙的僧人来救人，方丈给修明解了蛇毒，两人才相识的。是有救命之恩，可救命之恩可以用别的方式报答。她是孤女，我们家把她认作义女也行，日后再给她寻一门好亲事，修明何须以身相许？那李姑娘父母早亡，与祖父相依为命，如今祖父已去世，家里仅剩她一人，孤苦无依。修明心生怜惜，慢慢暗生情愫，随后就有了夫妻之事。真是混账东西！
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要娶阿瑶的，他若是不愿，就该说清楚，再去跟救命恩人鬼混。那李姑娘孤苦无依可怜，大婚之日被他抛弃，成为笑柄的未婚妻就不可怜。母亲息怒，放着明媒正娶的大家闺秀不要，去跟一个没教养、举止轻浮的姑娘私奔，丢人现眼的孽障。那位李姑娘，你们打算如何处置？就算她没教养、举止轻浮，可因为修明拎不清，现在她的清白也没了，修明总得为她负责任的。已将她遣送回家，过后择个吉日，纳为妾。是你的意思，还是修明的意思？是您儿媳妇的意思，我也觉得如此甚好。夫人，这是前不久送来的帖子，是新宁的呀，正好想约她出来，好久没见她了。你去宋家一趟，替我递个话给宋姑娘，就说我会准时赴约。夫人，是哪个宋家？国子监祭酒宋大人家。好的。夫人，您怎么让他去宋府？以前都是奴婢或者青丘去的。怎么有人替你们跑一趟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既然有人愿意劳累，你们清闲些不是更好？替夫人传话，怎么会劳累？你这丫头是劳碌命不成？奴婢只是喜欢替夫人分忧解难，青丘也是。不信您问青丘。夫人，奴婢倒是觉得有人替奴婢跑一趟挺好的，奴婢更想跟在夫人身边侍候。你们是陪着我一起长大的，10几年的情分，情同姐妹，岂是旁人能比的？春柳和夏竹都是魏瑞轩的大丫鬟，我总不好冷落了他们，他们可是老夫人调过来的人，表面上要一视同仁。夫人，是奴婢狭隘了。你会吃味是正常的，但是你们不需要跟他们比较，跟他们和谐相处就好，就当作是你们的活有人分担了。奴婢知道了。夫人，世子爷回来了，往后恐怕会为难您的，我们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准备吗？谁是你儿子？一个破落户，为了攀高枝儿，嫁给未婚夫的父亲，你要不要脸？我要是你，就该找个清净地儿，一条白绫了解余生，省得留在世上丢人现眼。夫人，侯爷说要等您，让奴婢们晚点再摆膳。等我。夫君下回不必等我，当心饿坏了身子。万事我没怎么饿，倒是夫人，你昨晚没睡好，怎么不多睡一会？罪魁祸首还好意思问？昨晚孟静瑶因为顾景熙脸太好看了，趁他睡着的时候伸手去摸了一把，这不摸还好，一摸就像触发什么机关似的，被反将了一军。夫人，我们是夫妻，你想摸什么，何必偷偷摸摸的？狗男人，昨晚自己睡得倒是挺香，而我却一宿难眠，现在还在笑话我，气死本姑娘了。夫君，昨晚好看吗？夫人觉得手感如何？甚好。夫人也甚是好看。孟静瑶没好气的瞪他一眼，转身走。夫人，您这是要去给老夫人请安？你有事要禀报。老夫人喜好清静，平日里都待在佛堂，不喜欢被晚辈打搅。大夫人和二夫人以及其他主子都是初1和15去给老夫人请安的。我是新媳妇，哪能跟大嫂和二嫂一般？夫人，老夫人从不给新媳妇立规矩。听闻当初大夫人和二夫人刚嫁过来时，也没有被立规矩。您是老夫人嫡亲的儿媳妇，老夫人更加不会给您立规矩。孟静瑶对此并不感到怀疑，因为她也感觉伯母很和善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可真大，都是老太太。我那祖母就是个会折腾晚辈的。别看孙氏在府里掌管重馈，呼风唤雨的，但到了祖母跟前，还是得夹起尾巴做人，该讨好时就得讨好。真好，可以去睡个回笼觉了。夫人，侯爷去了祠堂。祠堂？那便宜好大儿不是被禁足在祠堂，昨日还被打了个半死，这是去看望儿子了吗？还是又有什么新鲜事儿了？奴婢打听到是世子爷昨夜高热不退，侯爷这才去看的。高热？那我儿现在如何？退热了没有？这个奴婢不清楚。不休息了，春柳，你随我去一趟祠堂，看看世子现在如何了。夫人，我们现在就去祠堂，那侯爷岂不是会知道是我搞的密？夫人，这不是在坑我吗？孩子病了，我这做母亲的不去看看，
哪能放心得下？春柳啊，你现在还没做母亲，等你做母亲就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了。夫人，您确定您不是在嫌世子爷病得不够重，特意赶去祠堂弃世子爷？夫人说的是，有夫人这样的好母亲，世子爷可真有福气。那可不就是好母亲？儿子病了，马上前去看望，恨不得把儿子气得七窍生烟的好母亲。昨日那孩子挨了打，没准儿如今还在心里怨恨着我呢。夫人，世子爷年纪尚小，等他长大了，自然会明白夫人的一片苦心。夫人教育他，那是为他好。还年纪尚小，世子比夫人还大2个月呢。这春柳还真是个妙人儿，明知道夫人没安好心，却还能把夫人夸出花来，这拍马屁的技术，我真的自愧不如啊！但愿吧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先走吧。宁冬玉要跟上，却被青丘拉住衣袖。方才夫人给我递了个眼神，不用跟着她，她只带春柳去，或许夫人借此考验春柳。春柳见他们俩处着不动，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去。瞧你这张嘴，一点都不机灵，净给自己找麻烦。小的见过夫人。我儿现在如何了？回夫人，世子爷已经醒过来了。两人走近后，孟静瑶并未看到那便宜夫君的身影，只看到他的便宜儿子趴在床上，他有些茫然，转头看春柳，春柳也懵了。我明明收到消息说侯爷来看世子爷的，夫人，奴婢也不知道。孟静瑶，你这是来看我笑话的？儿啊，你这是哪儿的话？听闻你昨晚高热不退，我这做母亲的不来看看，哪能放心？你这毒妇是来看我是否还活着吧？我没死，活得好好的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怎么会失望？哪个做母亲的会希望儿子英年早逝？少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我会如此，还不是拜你所赐？儿啊，我能成为你母亲，也是拜你所赐啊。谁是你儿子？一个破落户，为了攀高枝儿，嫁给未婚夫的父亲，要不要脸？我要是你，就该找个清净地儿，一条白绫了解余生，省得留在世上丢人现眼。放肆！父亲。她嫁给未婚夫的父亲丢人现眼，那未夫娶了儿子的未婚妻，是不是也丢人现眼？父亲，儿子不是这个意思。他一个受害者应该了结余生，那你这个大婚当天就与人私奔的罪魁祸首，不得下地狱？但凡你有点担当，事情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。作为侯府世子，你连最基本的担当都没有，事到如今还不知反省，将错误推到别人身上，且不敬长辈，屡教不改，这样的你如何能担当大人？父亲，儿子知错。修明，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。夫人。我们走吧，让他在这儿好生反省，没反省好，那世子之位就别当了。父亲，儿子知错了。父亲，委屈了啊？那倒没有，哪有做母亲的会跟儿子计较的？看来是真的没委屈，心里指不定还在为修明的不如意而幸灾乐祸，一个不省心，再来个闹腾。本来一个孩子都顾不过来，现在却要带2个，安分点，下回我不一定在。夫君，你是担心我会被你儿子欺负？夫君放心，就他欺负不了我。夫人，你好端端的招惹他做什么？夫君，我哪有招惹他？这不是听闻他高热不退，特意来关心一下。夫人还是少点关心他，那逆子不配。我是长辈，跟晚辈计较什么？况且他不听话，不是还有夫君帮我教育他？这次是我刚好在，若下次我不在了，那我自己教育。儿子不敬长辈，做母亲的理应教育。真是头痛啊！随他去吧。看修明今日的态度，不可能知错悔改。就算他不主动出现在修明面前，修明见着他也会挑事。我们家好大儿有伤在身，昨晚还高热不退，夫君方才都没来得及问病情，可要再回去看看。不必了，我看他还有力气骂人，证明问题不大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我们家儿子应该是没有大碍的。那我们回去吃午饭吧，我饿了。一个真逆子，一个假慈母，日后我这3房可得热闹了。春柳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在侯府做事有多久了？奴婢今年16，是与下主一起被老夫人买回来的。进侯府已有4年，先前在老夫人身边做事，去年被派遣到微蕤轩。那府里的事你应该知道不少吧？详细的同我说一说。春柳应声，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把府里各位主子的脾性都说一说。什么玩意？顾修明温文儒雅，知理懂事，深得长辈喜爱，哪个跟顾修明沾边？那分明是没有担当，行为恶劣，做错事还毫无悔过之心，甚至将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。这样的晚辈，其他人喜爱不喜爱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这做母亲的是没有半点喜爱。春柳见他皱眉不语，忐忑地问：夫人，除此之外，您还想知道什么？其他人或许是如你所说的这般，可我儿修明跟你所说的分明是2个人。好像也是，夫人跟世子的2次见面都是针锋相对的，的确不像温文儒雅、知理懂事的样子。我乏了，先歇会儿，你们都各自忙去吧。是，夫人。
午睡醒后，孟静瑶想着对府内并不熟悉，就到处转悠一下。刚逛不久，就遇到了大房张氏。大嫂，时值春季，这院子里的花开得正好，三弟妹也是来赏花的。趁着得空，在府中逛逛，熟悉一下环境。路经花园，就顺道赏赏花。那我陪三弟妹逛一逛。那大嫂就一起吧。听闻修明昨晚高热不退，三弟妹上午还去看望了。我就说怎么会陪我，原来是这一途啊！儿子病了，做母亲的哪能放心得下，就去看看病情如何，所幸并无大碍。三弟妹真是菩萨心肠，修明那般对你，你还不计前嫌，着实难得。大嫂也是做母亲的，应该能理解我的，哪有做母亲的会跟自己儿子计较？这三弟妹心思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沉稳，明明对顾修明心有怨恨，比顾修明还要小一些，却还能佯装出慈母的样子，只是不知他还能装多久。依照顾修明的性子，就算他再能装，这对不伦不类的母子迟早也会斗起来。话虽如此，只是修明那孩子被宠得任性妄为，又是个性子拧的，认定了的事很难改变，让三弟妹受委屈了。认定的事，难道是那位婉儿姑娘？孟静瑶只当没听懂张氏的挑拨离间，面不改色与他周旋。其实也能理解的，夫君平时公务繁忙，对他疏于管教，过继过来后又没有母亲教育，现在他有母亲了，我会好生教育他的。这装的可真有模有样，不能小看这三弟媳啊！有三弟妹耐心教育，修明日后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对了，三弟刚成亲，也是有婚嫁的，怎么没陪你熟悉一下府中环境？现在顾府是张氏在掌管中馈，什么消息不知道啊？这是在明知故问呀！夫君还有事要忙，用过午饭就出府了。三弟也真是的，他那样这桩婚事本来就委屈了三弟妹，却还是一心扑在公务上，都不知道多陪陪三弟妹以作补偿。夫君身为朝中重臣，公务繁忙，哪能时常陪着我一个小女子待在后宅？张氏脸色一僵，因为她的丈夫就是谋个闲职，时常在家陪小妾。张氏勉强挤出点笑容。三弟妹真是善解人意，三弟娶了你这样的媳妇，真是有福了。大哥能娶到大嫂这样贤惠的媳妇，也是福气。这京城里谁不知道大嫂持家有道？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提醒我要交出中馈之权吗？说起掌家，先前是因为三弟没有娶妻，这中馈才落到我手里，我代为管着。如今三弟已成亲，中馈也理应交到三弟妹手中。我可真没这个想法，果然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啊！我年纪尚小，怕是应付不来。大嫂掌家经验丰富，理应由大嫂继续掌管中馈。这小姑娘真诚的助气，心里明明很想要，嘴上却在假意推辞。难道是为了自己主动交出去？我才不惯着她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继续替三弟妹先管着，等三弟妹年长些再交还给三弟妹。那就继续辛苦大嫂了。应该的，跟大嫂客气什么？这孟静瑶比想象中还要难对付。昆阳，你现在已不再一如往常，为了生活穿上厚厚的伪装，变得不再倔强，学会了坚强，也不像从前那样感伤。茶然居的雅间内，一位少女来回踱步，脸上充满担忧之色。此人正是孟静瑶的闺蜜宋心宁。原以为阿瑶嫁给长兴侯世子，摆脱了孟家那群人，就能过上好日子。没想到顾修明竟然逃婚与人私奔，阿瑶这傻姑娘，伤心之下竟然嫁给准公爹。阿瑶，你这几天过得可还好？阿宁，你别担心，我挺好的，也没受什么委屈。你还说没受委屈？都这样了，你哪能骗得了我啊？顾修明那王八羔子大婚当天就逃婚，怎么会不委屈？顾修明是逃婚了，但顾家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未婚男子，这婚礼还是顺利举行了。婚礼是顺利举行了，可你知不知道外头的人是如何编排你的？说孟家养了个不要脸的女儿，嫁不成儿子就要嫁老子，那也挺好的。受人编排的又不止我一个，还有我那好父亲和好继母，就连顾家也不能幸免，毕竟顾家也养了个没教养的逆子。阿瑶，你是不是刺激过度了？阿宁，我真的没事，那些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连当场换新郎这种惊世骇俗的事都能做得出来，还会怕几句流言蜚语不成？可你明明有更好的选择，可以选二公子或四公子，
为何要赌气嫁给顾侯爷那糟老头子？你这样是糟践你自己。糟老头子，顾锦熙那张俊美如玉的脸庞，别说29，就是19我都信。这样风光霁月的美男子，我着实无法与糟老头子联想在一起。其实顾锦熙也不算老啊，才29岁，还不到而立之年，而且他头发乌黑茂密，连根白发都没有，瞧着还挺年轻的。怎么就不算？他可是顾修明的父亲，我们见了都得叫一声顾叔叔的人。要说没白头发，你父亲30几岁，比他更年长，头上也没有白发啊。那不挺好的？他是顾修明的父亲，那我就是顾修明的母亲。顾修明见了我得乖乖行礼叫母亲。阿瑶，你还说你没有受刺激，嫁给一个比你大那么多，且还是有隐疾的男人，就为了报复未婚夫，让未婚夫叫你母亲。阿瑶，你怎么那么傻啊？阿宁，就是因为我不傻，所以才没选择2公子或4公子。什么意思？他们是庶出大房和2房的孩子，而顾修明是侯府世子，在他们之间选择，虽然成了顾修明的嫂子或弟妹，但终究还是低他一等。2公子或4公子哪能护得住我？唯有顾锦熙可以，他是顾修明的父亲，能压制顾修明。那你家老头子对你好不好？除了好色，其他都还好。什么？他好色？顾侯爷不是身有隐疾吗？他都不行，怎么还好色了？不太可能吧？我见过顾侯爷，那是个对美人都不多瞧一眼的男人，怎么会好色？虽有隐疾，但不影响他好色啊，不然每天晚上偷偷扯开我衣襟做什么？还不是想着既然吃不得，那就瞧一瞧，过过眼瘾。我舅舅跟他是至交好友，曾说他是个端方君子，洁身自好，不近女色。阿瑶，你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会？那证明你舅舅还不够了解他。阿宁，我们不说男人了，聊点别的吧。阿瑶，你那妹妹以前都恨不得每天听见旁人贬低你，捧高她，昨日竟然破天荒的为你说了好话，真是见鬼了。他会为我说好话？他说了什么？他是这么说的：你们胡说什么？我大姐姐和大姐夫夫妻感情和睦，才没有受到冷遇。大姐姐回门那日，我们孟家上下都瞧得清清楚楚，大姐夫对大姐姐可谓是百般疼爱。孟锦玉学聪明了，不过就他那脑子也想不到太长远的事儿，大概是我那继母教的好。确实，毕竟你在顾家过得好，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利，抹黑你确实没好处。我还以为他转性了呢。他是为了自己的前程，孟府如今已落魄，他的婚事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但有个做长兴侯夫人的长姐，并得长兴侯宠爱，那又不一样了。隔壁雅间内，2个温文儒雅的男人贴着墙，凝神窃听隔壁雅间的对话。此2人正是大理寺卿顾锦熙和大理寺少卿齐运文，他们既是至交好友，又是上司与下属，还联手破了无数案件的最佳搭档。齐允文，这就是你说的可靠消息？锦熙啊，我也没想到消息也会有误，隔壁的人竟然是我外甥女和你家那小媳妇。一句没想到，你就想把我打发了？我是真的没想到啊，都怪下面的人办事不力，消息不准确。曹老头子，真是没想到啊，你平时跟和尚似的，竟然还好色，你该不会是真的好色吧？你瞧着挺正派的，还真看不出来啊。你觉得呢？你那小媳妇是个难得的美人，很难让人不心动。你会忽然间见色起意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不是。不是什么？是不好色，还是没有见色起意？都不是。难不成你是觉得子不教父之过，子债父偿，所以才娶了她？娶都娶了，何须再深究什么缘由？你那外甥女眼神很有问题，我觉得你这做舅舅得去关心一下，带她去看看大夫，省得哪天病情加重。阿宁的眼神有什么问题？你比我年长1岁。